这个女人挺着大肚子，看起来非常辛苦，眼看离分娩的日子越来越近，她竟然心生邪念，故意从楼梯上摔了下去。而她这么做的原因，就是为了让自己嫁入豪门。这个女人名叫小慧，她从小就爱慕虚荣，参加工作后，她更是下定决心，将来一定要嫁个有钱人，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。而公司的总经理赵伟就是她的目标，他不仅长相帅气，而且事业上也是平步青云。这天晚上，公司组织了聚餐，同事们也喝了不少的酒，身为总经理的赵伟也很快喝醉了。小慧看他去了洗手间，就偷偷地跟了过去，没想到前男友李强却打来了电话。小慧不想理会他，就匆忙地挂掉了。就在这时，赵伟也走了出来。小慧看他喝得烂醉如泥，就说帮他订个房间休息一下，而赵伟也没有拒绝。可到了房间之后，小慧就舍不得离开了，因为这么好的机会对他来说十分难得。为了过上有钱人的生活，他竟然躺在赵伟的身边，接下来的事情也水到渠成。赵伟醒来时非常后悔，他想给小慧一笔钱当做补偿，可这些并不是小慧真正想要的。他还说自己对赵伟爱慕已久，希望可以和他成为男女朋友。赵伟被这突如其来的告白弄得有些惊慌失措，而小慧害怕自己的阴谋被发现，就假装若无其事。不久后，小慧买来了早孕试纸，如果她能顺利怀上赵伟的孩子，那自己离嫁入豪门就更进一步了。可结果却让她非常失望。就在这时，前男友李强找了过来，他想和小慧复合，而小慧为了怀上孩子，也半推半就的顺从了。2个月以后，小慧果真怀孕了，可她并没有告诉李强，而是给赵伟打去了电话。赵伟知道后有些震惊，没想到因为醉酒，竟然给自己惹来了这么大的麻烦。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他就把选择权交给了小慧。小慧表示自己想生下这个孩子，还想和赵伟结婚，给孩子一个名分。赵伟最后也只能同意了。可当他把小慧带回家时，却被母亲狠狠地数落了一顿。毕竟像他们这样的家庭，最讲究门当户对，又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女人呢？他认为小慧配不上自己的儿子，可赵伟却心意已决，还把小慧怀孕的事情说了出来。母亲知道后就更加反对了。他认为小慧肯定是有所图谋，可赵伟从小就没了父亲，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此。但母亲对2人的婚事还是坚决反对，甚至还质问小慧，她到底想要多少钱？可小慧怎么看得上这点蝇头小利呢？她还故作可怜，说自己对赵伟的感情是认真的。但母亲根本就不吃这一套，还逼小慧离开自己的儿子。赵伟不想让小慧受委屈，就将她带到了宾馆，让她暂时在这里养胎，等以后母亲气消了再说。小慧又和他强调自己不是那种爱慕虚荣的女人，如果她不相信，那就不要这个孩子。赵伟也没有任何怀疑，只是让她赶紧休息。可小慧根本睡不着，因为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。不久后，小慧顺利地搬进了赵伟的家，看着眼前的豪宅，她激动地向朋友炫耀。没想到李强的电话却再次打了过来，他问小慧为什么对自己忽冷忽热。小慧有些心虚，也不想和李强纠缠不清。就在这时，赵伟的母亲找了过来，她始终不同意2人的婚事，还逼问小慧到底要多少钱才肯离开自己的儿子。小慧却再三表示自己爱的是赵伟这个人，并不是他的钱。赵伟的母亲不想和他废话，就直接拿出来一张银行卡，里面足足有20万。可小慧却没有接受，还满脸无辜的样子。就在这时，赵伟也回来了，看着地上的银行卡，他也猜到了母亲的意图，便警告母亲，小慧现在怀有身孕，千万不能受到刺激。母亲认为儿子已经无药可救，便扔下狠话，就算自己死了，也不会要这样的儿媳。可赵伟并没有理会母亲的良苦用心，还沉浸在初为人父的喜悦之中。不久后，小慧的肚子也越来越大了，为了方便照顾，他就把自己的母亲从老家接了过来。可当老人听说他和赵伟的婚事还没有定下来，就感到十分不满。而小慧也来了个以退为进，还说结婚的事情就别提了，他不想伤害赵伟母子的感情。在这种压力下，赵伟带着小慧再次请求母亲看在孩子的份上成全2人的婚事，可母亲却死活不肯答应。赵伟一气之下就私自和小慧领了证。小慧感到心满意足。就在她以为一切都会顺理成章的时候，前男友李强却再次出现了。他看小慧大着肚子，就问她这个孩子是什么时候怀上的。
小慧有些闪烁其词，李强就认为他肯定有所隐瞒，而小慧出于害怕，就用报警来吓唬他。可李强却不以为然，还说自己一定会查清楚的。小慧也陷入了沉思，自己离豪门只有一步之遥，又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呢？虽然他和赵伟领了结婚证，可孩子不是赵伟的，他也担心一切会东窗事发。为了消除这个隐患，小慧竟然有了一个疯狂的决定。她故意从楼梯上摔下来，想除掉肚子里的孩子。然而事情并没有如她所愿，她只是受了点轻伤，孩子也相安无事。赵伟让她以后多加注意，可小慧却十分的不安。为了斩草除根，她又找来一瓶酒，然后全部都喝了下去。等母亲发现有些不对劲时，就喊来了赵伟，两人破门而入，才把小慧送到了医院。幸好孩子的生命力很顽强，这次意外还是没有让小慧得偿所愿。赵伟的母亲也闻讯赶来，想看一下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目的。小慧不停地捶打着肚子，还说自己不要这个孩子了，因为她不想赵伟出于同情才和自己结婚。赵伟劝她不要胡思乱想，可母亲却埋怨儿子太过天真，但赵伟却没有丝毫怀疑，还把母亲赶了出去。没想到几天后，李强就找到了赵伟的母亲，还把自己和小慧的关系和盘托出，并且表示那个孩子也是他的。等小慧出院后，赵伟的母亲就怒气冲冲地找了过来。早就看出你不是好东西，你居然真的拿怀孕骗我儿子和你结婚。妈，你这到底是要干什么？傻儿子，你被他骗了，你别得意的太早。我会让这个孩子和我的儿子做亲子鉴定的，到时候我看你的戏往下怎么演。从这以后，小慧的心里就更加忐忑不安了。但赵伟对于孩子的出生却十分期待。就在这时，小慧的肚子突然剧烈疼痛，赵伟以为她要生了，就把她送到了医院。可医生拼尽全力，孩子也没有活下来。他还告诉大家，小慧这种情况和长期服用药物有关，而且她现在因为大出血，可能需要切除子宫。母亲听完后哭得撕心裂肺，认为女儿的一生都要被毁了。但赵伟的母亲却不依不饶，还要求给孩子做亲子鉴定。医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因为孩子已经没了呼吸。可赵伟的母亲却表示，她已经给鉴定中心打过电话，这种情况照样可以做亲子鉴定。赵伟觉得母亲太过冷血，可母亲认为小慧一开始就在欺骗儿子的感情，如今孩子没了，她也没了顾虑，现在无论如何也要揭穿对方的谎言。赵伟认为母亲实在是无理取闹，就让她先回家，而母亲也不再遮掩，还把小慧前男友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她还告诉赵伟，小慧为了能够顺利的嫁入豪门，竟然去找前男友怀孕，这样的女人实在是非常阴险。她还做出承诺，如果这个孩子是赵伟的，她就承认这门婚事。而小慧的母亲不想女儿被污蔑，也立马同意了。不久后，亲子鉴定的结果就出来了，赵伟将报告递给了小慧，而结果显示那个孩子的确是赵伟的。小慧看到后放声痛哭，整个人也瞬间崩溃了。她还发疯似的告诉赵伟，那个孩子不可能是她的，因为自己明明用试纸测试过，她没有怀孕，又怎么可能怀上赵伟的孩子呢？直到这一刻，赵伟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。他最后提出了离婚，结束了这段荒唐的婚姻。小慧原本有着不错的工作，她也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追求一个未来，但她爱慕虚荣，为了嫁入豪门，她用尽各种手段，也最终自食恶果，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了污点。不管是爱情还是婚姻，都应该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，而不是用欺骗的方式去试探对方的底线。好了，故事就说到这里，喜欢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